谁能想到神仙姐姐刘亦菲都被男人辜负过？但唯一有过的就是遇见渣男这件事儿，我是遇到过的。刘亦菲口中的渣男是谁？真的好难猜啊！毕竟她唯一公开过的男友就只有韩国的初代男神宋承宪。更何况这段恋情从一开始就是男方的蓄谋已久。当年导演要把《倩女幽魂》搬到韩国市场，一向高冷的宋承宪看到这个出类拔萃的中国姑娘，当场就沦陷了。他毫不掩饰的自曝自己是刘亦菲的粉丝，所以2014年当他接拍电影《第三种爱情》时，他只向片方提了一个要求：女主角必须是刘亦菲。这哪是合作，这根本就是公费追星啊！虽然拍戏的时候一个说韩文，一个说中文，但他们的沟通完全没有问题。后来在宋承宪强烈的极致的追求下，他们因戏生情，成了内娱史上以来最轰动的跨国恋。在最热烈的那一年，刘亦菲在法国拍戏，宋承宪不惜转机22个小时，昼夜不停，只为和她见一面。当恋情被狗仔拍到时，一向私生活成谜的刘亦菲居然一反常态，没有遮遮掩掩，而是大方的给了他一个正牌男友的身份。他爱得轰轰烈烈，但他爱的也无比清醒。很快他们之间的矛盾就暴露了。宋承宪当时已经快40岁了，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韩国男人，所以他要的是婚姻。他还在节目上公开催婚，说自己年纪太大了，渴望有一个家庭。형은 결혼 생각 있어요? 내년까지는 뭐 하신다고? 나는 결혼을 굉장히 하고 싶긴. 但刘亦菲根本就不是那种会为了结婚而放弃自己的女人。我觉得最理想的恋爱是敢爱又敢做自己，不放弃自己的情况下去爱。我爱你这3个字是在于我选择也是在于我，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从自己出发，才是最负责任的、最自由的一个状态。你听听这话，哪是一个恋爱脑能说出来的？那么问题来了，刘亦菲这份不为婚姻所动的底气到底从哪儿来的？首先是她的原生家庭，她不是什么草根灰姑娘，她是真的公主。父亲是外交官，母亲是国家1级舞蹈演员，她从小见识的就是这个世界最顶级的风景。这种家庭出身给她的不是金钱，而是一种见识和退路。她永远不需要靠婚姻去实现阶级跨越，因为她生来就在罗马。其次是她的人生剧本，简直就是天选之女。14岁考进北京电影学院，成了班里最小的学生。15岁被金粉世家的制片人尤建明一眼相中，出演了白秀珠。那一年她连机位都看不懂，但是她就是火了。紧接着《天龙八部》的张纪中钦点她演王语嫣，金庸先生更是亲口说，如果不是你来演王语嫣，几千万观众会说我金庸胡说八道。16岁她演了赵灵儿，成了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18岁她演了小龙女，神仙姐姐这个名号彻底焊死在了她的身上。出道即巅峰，她只用了短短4年。至于那个常年伴随她被外界争议的教父陈金飞，与其说是恩主，不如说是她庞大资源版图中的一块拼图。她提供的更多是护航和加速，而不是从0到1的创造。所以你品品当一个快40、渴望家庭的传统韩男遇上一个站在罗马手握天选剧本还极度爱自己的中国顶流时，这个结局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段恋情啊，在经历了短暂的火花后，两个人心力交瘁，最终还是分开了。宋承宪给出的体面话是，他很好，只是我不配。经历了这场情伤的刘亦菲啊，没有一蹶不振，她只是更懂了飞鸟与鱼终究不同路，从此山水只能选择不相逢。分手后，刘亦菲一头扎进了事业，她不再是那个死小花旦，她成了好莱坞的花木兰。她有一部《梦华录》，让全网见识到了什么叫顾盼生辉。她有一部去有风的地方，直接带火了云南的旅游经济。而另一边的宋承宪呢，在和刘亦菲分手后，他再无新的恋情传说，他默默的一个人选择独居，不再期望婚姻。有人说他是遇见过太惊艳的人，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如今的刘亦菲活的是越来越佛系，也越来越自我。她可以素颜朝天，穿着几十块的丑衣服满街跑，她也可以在红毯上有一个背影就杀疯全场。她不营业，不顾粉，甚至懒得和黑粉计较，但她永远是内娱85后里地位最超然的那个。所以回过头看刘亦菲的成功到底是什么？她不是幸运，她是清醒。她手握天选的剧本，却没被剧本绑架；她享受过资本的红利，却没被资本吞噬。她在那段唯一的恋情里爱得轰轰烈烈，也分得潇洒体面。她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一件事：一个女人最大的底气，从来都不是美貌，也不是背景，更不是嫁给谁，而是她从始至终都牢牢握住了自我这个方向盘。她知道自己要去哪儿，所以才不会被沿途的风景耽误了行程。她把爱自己这件事做到了极致，所以她才能活得如此自由和耀眼。